好，在前2集的视频里，我和大家分享了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朋友都无法回家看看。现在回家是一种奢望，以前我们若要回家，只需要一张机票，在1-2天的时间内就可以抵达家门了。现在即便是拥有一张机票，也未必回得了家。那个我们从小长大非常熟悉的家，现在的感觉却是这么近，但又那么远。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我们的生活和想法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我们这种在海外生活的朋友。有些朋友在想着是不是该加入新国家的国籍，有些朋友却是在想着是不是还应该继续在海外发展，还是应该回到自己原来的国家继续打拼呢？我是小云，在这里我会每周和大家分享生活知识、个人经验、成长学习和融入异国生活的小技巧。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已经有3位朋友告诉我，他们决定离开荷兰回到自己的国家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愿意放弃这得来不易的永居，毅然选择离开荷兰回到自己的家乡呢？在这个视频的最后，我会告诉大家，当我们需要面对到这个课题时，我们该如何做出选择。根据荷兰的官方数据，自疫情的开始，已经有29万人离开荷兰了。当然啦，在这个数据里，大部分都是留学生和临时签证，但是也包括拥有荷兰永居和荷兰国籍的朋友。我的朋友在荷兰住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也拥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这一路走来，其实真的非常不容易，从无到有，从不会说荷兰语到可以交流，从不能适应到融入荷兰生活，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我只能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是他们依然放弃这一切，回到自己的国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对家人的牵挂，思念故乡的亲人，想多陪伴父母。我相信如果没有疫情的发生，很多朋友是不会有落叶归根这种想法。因为在疫情前，只要经济允许，我们每一年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去探望亲人。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回国的程序变得非常困难了，比如说入境的限制和隔离的要求。在这段期间，如果有家人生病了或者是病重了，我们是没有办法立即回到他们的身边去照顾他们的。那一种感觉会非常的难受。在这2年里，其实我们也有朋友面临到这种状况。当他们得到消息时，他们立即办理所有的手续回到自己的国家，但是当他们完成所有的程序和隔离后，他们还是没有来得及见到他们家人的最后一面。这一种无助感，外人是无法体会的。也因为这种情况，让很多在海外的朋友开始认真的去思考这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海外的华人，因为在华人的文化传统里，百善孝为先。有些人想到这一个层面时，宁愿放弃他们高薪的工作，也要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陪他们慢慢变老。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荷兰从疫情的开始，不知已封城了多少回，封了又开，开了又封，这让很多行业纷纷倒闭，也让很多人失业。例如旅游业、酒店业、餐饮业、服装业等等，一家家的百年老店也撑不住啊。所以无论是在就业还是自己做小生意的朋友，有些自己也在面临着事业的窘境。现在在荷兰，他们无法做些什么，但是在亚洲却是不断的快速发展。每一年回到马来西亚，我都会看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建筑物变多了，路线改变了，有更多的购物中心，餐馆多的我都无法一一把它们试一遍。还有专家表示，海南未来的经商自由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海南未来对标的是当年的迪拜和当年的香港。再看看现在的荷兰，我相信10年后的荷兰和现在的荷兰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就在这时，就会有朋友在想，既然在荷兰做不了些什么，浪费自己的青春，倒不如回到自己的国家，挑战自己一次，闯闯看，
或许还能闯出一片天呢。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朋友愿意离开荷兰回到自己的国家，还有一批人是想留在荷兰而留不得。比如说留学生，荷兰国家承认学历的大学毕业生可以延期1年回国，国际学生可以充分的利用这1年的时间找工作。1年之后，他们必须找到一份高级技术移民或者是一般劳动移民的工作，否则他们必须回国。荷兰刚毕业的留学生申请高级技术移民签证的最低工资要求是每个月2453欧元。对于一个刚毕业的留学生来说不是不可能，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工作单位，因为工作单位是必须被荷兰移民局认可，因为只有被认可的雇主才能代表高技术移民提交荷兰签证的申请。很多毕业生看到这一点都不想去折腾，宁可回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熟悉的地方去发展。我们说了很多有关于人们离开荷兰的原因，有些是自愿的，有些是被迫离开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坚持留下来，那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我们不说那些一家老小已经移居荷兰的朋友，我们说像我这一类的朋友，我们的家人都在自己原来的国家，但是我们坚持继续留在海外。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无法适应在自己原来国家的工作环境。就说我自己本人，我在来荷兰之前也在马来西亚工作过好几年，现在如果让我再回到马来西亚工作，一开始时我应该会有一点小确幸、兴奋，还有一点激动的感觉。但是当我的心情平复下来后，我就要开始去面对比较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我能否适应马来西亚的办公室政治、工作时间、加班等等，还有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这些在海外生活惯了，绝大部分人的思想都变得非常简单，而且说话也比较直接。在荷兰，如果我不认同我老板在某一件事情的看法或者是做法，直接说出来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放在马来西亚的职场上，就会变成一个不可原谅的大事。在荷兰，我们养成了人人平等，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去打探别人的隐私。但是在亚洲的文化里，搞关系非常重要，必须要懂得人情世故。像我们这些在海外生活多年的朋友，在自己的国家可以说是要人脉没人脉，要资源没资源。所以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国家时，很有可能在一开始的生活会非常困难。再来的就是如果我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奋斗，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年薪，但是当我们深入的去思考和计算时，我们很有可能最终得到的回报和付出是不成正比的。在亚洲的生活节奏非常快，很多时候他们走的步伐比我跑得还快。荷兰是一个慢节奏的国家，对于亚洲人来说，在荷兰的生活可以用懒散度日来形容吧。因为已经习惯了这些慢节奏的生活，当我们在回去自己的国家工作时，初期的竞争力应该就像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这或许就是落叶归根我们该付出的代价。在这代价里面，我们得到的就是可以陪伴在我们家人的身边。在视频的开始我说了，海外的生活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就像围城小说里说的，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如果是你们会想回到自己原来的国家，还是继续在海外发展呢？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写下你们的想法。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千万不要受到亲朋戚友、三姑六婆、猪朋狗友或者是周围环境变化的压力而做出决定。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客观的去思考，究竟怎样的生活环境比较适合自己。毕竟每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要面对的社会环境不一样，职业环境也不一样。在我的视频里，我很常说，这世上没有完美的国家，只有适不适合自己的国家。你只
只有想清楚自己究竟喜欢怎样的生活环境，怎样的生活环境能让你快乐，搞清楚自己内心的渴望后再做出决定，这样无论你做出何种抉择都会感到充实自在。我们无法去满足每一个人的期望，所以真的不需要太过去在意别人怎么说，或者是周围环境的变化。我相信无论你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你若坚持定会发光。努力或许会撒谎，但是绝不会白费。在努力的过程中，你或许没有得到非常耀眼的成就，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其实你已经慢慢走在成功的道路上了。如果你问我在海外的生活有没有价值，我相信不只是我，很多朋友会说我们收获很多很多很多。这不单单只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它也包含了所有的酸甜苦辣咸。我们也走出了自己生活的舒适圈，去探索自己的可能性。即便有一天我们决定要回到自己的国度，这一段经历所带来的变化和成长是刻骨铭心的。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每周与你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也欢迎你分享和转发给更多你觉得对他们会有帮助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